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爆红的实境真人秀中文怪物。Have you seen the viral Chinese show 中文怪物 Mandarin Monster? It's a Mandarin competition reality show created by Ku, a famous French YouTuber in Taiwan.On his channel Cool Stream, the episodes went viral right after release. And now, both Mandarin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are buzzing about it. As a native Mandarin teacher with over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 can tell you this is a show every serious Chinese learner should watch.In today's lesson, I'll share what you can take away from 中文怪物, what to pay attention to while watching, and how it can support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I'll be speaking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so feel free to turn on subtitles anytime,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practice.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今天要跟你介绍一个我最近看了以后非常惊艳的真人实境节目中文怪物。这是一档专门为全球中文学习者设计的挑战赛节目。如果你正在学中文，特别是已经到了中级以上的程度，那这个节目你一定要看。中文怪物是 YouTube 频道酷的梦推出的一个全球中文挑战赛。来自法国的 YouTuber 酷投资500万台币，邀请100位在台湾生活与工作的外国人，举办这场史无前例的中文大赛，让大家角逐谁才是在台湾中文最好的外国人。最终获胜的冠军能得到奖金30万元台币，接近1万美金。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尼、越南、西班牙、波兰等全世界各地的100位参赛者，他们的中文都很厉害，有些人甚至已经达到了母语者的流利程度。参赛者里面有网红、结婚移民者，还有很多精英人士，比如在台湾念大学或研究所的留学生，在台湾工作的外国专业人才，甚至是企业的主管。虽然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透过正规的教育系统学习中文。例如有一位网红，他说自己的中文都是从粉丝那里学来的，粉丝们就是他的中文老师，是不是很有趣呢？在中文怪物里设计了好几个不同的挑战关卡。在我录这堂课的时候，中文怪物的第3集还没推出，所以在这里我先解释前2集里的2个关卡。第一关是声调考验，参赛者看着电视墙上显示的中文题目，必须在30秒以内
正确地写出每个字的声调。只有完全答对的50个人才能晋级，剩下的50个人则会遭到淘汰。第二关是中文理解，就像 TOEFL 华语文能力测验或是 HSK 汉语水平考试里的听力测验一样，参赛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听懂一段中文母语者的对话和问题，并给出正确的回答。在这一关，也有一半的人会被淘汰掉。看参赛者挑战这些关卡的时候，同样是中文学习者的你，一定会觉得特别有共鸣，因为那就是学中文的时候最常遇到的2个难关：中文的声调和理解。我自己看完前2集的中文怪物以后，有2个特别深刻的感受，想要与你分享。首先，中文发音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节目里，发音比较好的参赛者，很容易给人一种中文程度很好的感觉，哪怕他们的词汇量不是最多，或者文法不完全正确，母语者还是会觉得哇，这个人的中文真好。相反的，有些参赛者明明中文就非常好，但是因为他们的中文发音有一些问题，所以在母语者的耳朵里听起来，他们的中文程度似乎没那么流利。在第一关的声调考验里，成功晋级的大多是发音比较好的参赛者。可以想象，他们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一定花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在中文发音上。而那些第一关就被淘汰的参赛者，虽然他们还是能说流利的中文，但是大部分的人发音还是有一些问题。有些人甚至在学中文的时候，从来都没在意过声调。有人可能会问，学中文的时候一定要熟悉声调吗？其实不一定。有些中文母语者，例如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虽然他平常说话的时候发音很正常，声调也很正确，沟通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对声调却不太熟悉。对非母语者来说，声调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声调能让你的发音更正确、更自然、更接近母语者，别人也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这一点对找工作也很有帮助。想象一下，如果你去面试，口音很标准，声调很清楚，面试官自然会对你的第一印象加很多分。另外，我非常推荐中级以上的中文学习者去看这档节目。为什么呢？
有3个理由：一、结合语言、文化与娱乐性。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中文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挑战跟困难。当看到跟你来自同一国家的参赛者，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帮他们加油。你还能一边看节目，一边亲自回答问题，顺便检视自己的中文程度有多好。而且看他们挑战跟比赛的过程真的非常有趣，也可以帮助你在学习之余放松一下。2、容易感同身受。每一位中文怪物的参赛者，他们都是跟你一样，为了把中文学好，付出了好多年的努力。就算中文难得不得了，他们还是咬紧了牙关，坚持了下来。当你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紧张、犹豫，甚至因为一个小错误而被淘汰，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多参赛者在第一关声调考验里被淘汰，非常不甘心，有人甚至红了眼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位忍不住掉泪的参赛者表示：超级想哭，这对我来说，中文是我生活里面最大的成就，然后现在有点不敢讲话。听到这些话，我的眼眶也红了。我能理解他的感受，尤其是同样身为中文学习者的你，一定更能感同身受。3、更了解学习中文的价值。看完这个节目，你会更了解学习中文的价值。你可能也会很惊讶，原来学中文的人真的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跟背景，以流利的中文作为优势，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及舞台上闪闪发光。这会让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也更有动力继续努力。我觉得中文怪物这个节目名称取得很好，能把那么难的中文学到跟母语者一样好，甚至比母语者还厉害的外国人，真的只能用怪物的等级来形容了。说不定你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中文怪物呢。我打算制作更多和中文怪物相关的内容。如果你也想接受挑战，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中文怪物，请马上订阅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堂课了。你对中文怪物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也别忘了帮我点赞。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